小男孩靠着简易的钓鱼工具，一次便能钓起一大串海鲜。如此高明的钓鱼技术，居然发生在2名男孩的身上。而寄居蟹就是一次性钓起5条鱼时所用到的诱饵，直到最后一共钓起了30多斤的渔获，并且每天仅靠着这项钓鱼技术，从此便能让他们衣食无忧。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将带大家见识一下小强和小明俩兄弟的高超钓鱼技术。一大早，兄弟俩就来到了岸边，开始着手搭建起一条能够载着他们出海钓鱼的小渔船。他们利用从岸边捡来的木棍和竹竿进行搭建，再配以韧性十足的鱼线进行固定。他们在搭建的过程中看起来是那么的有板有眼，而且毫无违和感。在2人的相互配合下，利用岸边捡来的垃圾搭建而成的小渔船已经初具规模。但是由于要顶着猛烈的太阳钓鱼，所以他们还需要在渔船上搭建起一个顶棚，以躲避毒辣的太阳。同时盖在上面的2块麻布和渔网也是从垃圾堆中捡来的。船上的一切全是废物在利用。就这样，一艘简易渔船在兄弟俩的能工巧手下便已经全部制作完成。这时他们拿起一只铝锅，开始去往岸边的浅滩上。在刚退潮的岸边，背着螺壳到处跑的寄居蟹随处可见。他们拾取这些寄居蟹是作为钓鱼时的诱饵。手脚麻利的兄弟俩很快便捡起了一大堆。此时众多的寄居蟹已经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快速在锅里面蠕动。这些鱼饵已经足够让小强2兄弟钓起数十斤的渔获。此刻他们便开始抬起自制的简易渔船进入到海里。他们对自己制作的渔船相当自信，随即拿起竹竿做的船桨，快速划向钓鱼的位置。兄弟俩在到达目的地后，便马上开始准备钓鱼的工具。小强拿起一只螺壳，对着里面吹起了充满魔法能量的哨声，在不到2秒钟的时间里，就将里面的寄居蟹给吹出了外面。不敢相信还能有如此神之操作。当鱼线上的5只鱼钩都挂满了寄居蟹后，随即开始往海底进行放钓。这里的海水深达8米，只有30米长的鱼线却被小强给放出去了一大半。而一旁的小明还在努力地将隐藏在里面的寄居蟹给吹出螺壳。看来想要将其吸引出来，没有足够的口气还真搞不定。此时刚把鱼饵放下去，不到1分钟就马上有渔获咬了钩。小强微笑着拉起水中的鱼线，除了1只鱼钩有鱼外，其他4只鱼钩都空着。但这却是非常好的开端。紧接着，小强翻转一只套在救生圈上的竹筐放在水面上，用于存放钓起的所有渔获。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设计，居然被小强2兄弟给制作出来了。这时轮到小明这边，有鱼咬钩了，但是从小明的表情可以看出，原本已经上钩的鱼儿却突然间脱了钩，不得不让他重新放钓。这时再次放下鱼钩的小强，由于放的鱼线太长，导致他在将渔获拉起来的时候被海底下的珊瑚礁石给卡住了。摄像小哥唯有下潜到海底拆解已经上钩的3条渔获，一连钓上来3条海鲜，这是怎么做到的？与此同时，小明这边也有渔获上了钩，但神奇的是5只鱼钩如有神助般都挂上了海鲜。兄弟俩都拥有如此高超的钓鱼技术，不得不让人叹服。在把上钩的鱼儿拆解放入到篮筐之后，他们便继续着放钓作业。同样的钓鱼方法屡试不爽，虽然他们仅依靠着寄居蟹肉身的加持，但却能让鱼儿咬钩的几率变得非常高。刚来没几分钟，就已经有10多条海鲜进入了篮筐。此时小强继续吹着口哨引出螺壳里面的寄居蟹，刚伸出蟹腿，马上就被扯了出来，从此把肉身交代在了鱼钩上。那么谁能解释一下是什么原因把寄居蟹给吸引出来的呢？可以看到2兄弟轮流上货的场景甚为震撼，每一次每一根鱼线都能扯上来好几条渔获。这样的钓鱼速度从此便让他们走向了人生巅峰。然而对于一些有毒的河豚，小强唯有直接丢弃。就在此时，2兄弟一同将鱼线拉上了渔船。小强只有单独的1条鱼儿挂在鱼线上，但是作为弟弟的小明却再次发挥出了异于常人的钓鱼天赋，水底下的海鲜基本上都被他给承包了。随着鱼儿被陆续的钓了上来，他们也越钓越顺手。只有鲜美的寄居蟹才能让众多渔获欲罢不能，纷纷抢着给小强2兄弟送肉身。从远处看，他们制作的小渔船还是挺有模有样的，像极了一艘3体船。灵巧的双手加上发达的头脑，让他们捕捉到了不少渔获，而且无论什么种类的海鲜都能轻松钓起。在兄弟俩看来，赚钱就是这么的简单。但对于一些还没有成年的海鲜，他们都会将其直接放生，来年再抓。就算是钓起2斤重的值钱老虎斑都不在话下。而且这里的鱼资源丰富到让人难以想象，一连串的海鲜就像是自动挂上去一样，看着他们在不断的连续上货，真是让人羡慕妒忌恨。直到将上百只寄居蟹全部清空，兄弟俩这才停止他们的疯狂钓鱼作业。经过1个多小时的狂欢，篮筐上已经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生猛海鲜。此刻满心欢喜的兄弟俩划着渔船行走在回家的路上。然而在上岸的时候，他们为了补充能量就地点起了篝火。
并且海鲜在没有宰杀的情况下，直接将其丢入到火坑当中烤。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正在制作烟熏鱼呢。此时隔着屏幕都能够闻到海鲜被烤焦的味道。最后吃上一根自然熟的香蕉，再配上美味的炭烤鱼，能把人直接给吃出翔的感觉。那么大家有没有吃过这种使用原始做法的炭烤海鲜呢？